硅基实验室 AI 日报第18期。今天最大的一件事，阿里把自己最强的模型摆上了桌，2.4万亿参数，下周就把权重公开放出来给人下载。更值得琢磨的是，他拿出来的演示不是答一道题，而是连着写16天代码做完一个工具，还自己开了一家模拟网店，把本金翻了4倍。今天还看这些，一个能下载的视频模型第一次登上了榜首。白宫那份逾期的审查框架突然改口说已经建好。小课堂讲，让 AI 连着干几天的活到底难在哪？先从这份权重说起。快讯风暴，1分钟6条。第一 ，IBM 的年度报告说，出过 AI 安全事故的企业里，92%连最基本的权限管控都没做，而且用开源还是闭源模型，出事概率几乎没差别。第二，国际刑警组织说，非洲已经有超过1半的网络犯罪与 AI 有关，2年里被骗走的钱翻了1倍多。第三，专做智能体安全的以色列公司 Zenity 融到1.25亿美元，软银、日立、LG 都在名单里。第四，阿里的 AI 办公平台今天开始公测，网页版和桌面版一起上，还计划推国际版。第五，腾讯、字节、阿里在同一时期把各自的智能体产品线并成一个入口，抢的是同一个位置。第六，一个让 4G 显存的显卡也能跑700亿参数模型的老办法，今天又被翻上了开发者热榜，代价是慢5到30倍。先说头条，中国这边一口气把最强的牌打了出来，阿里发布了 Qwen 3.8 Max， 是它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模型，下周把权重放上公开平台，任何人都能下载。事实这边总参数 2.4 万亿，但不是每次都全用上，真正干活的每次只叫醒950亿，剩下的在旁边待命，所以他跑起来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但真正让人坐直的不是参数，是他拿出来的那几段演示。第一段，他自己写了16天代码，做出一个命令行工具，期间提交了265次，开了127个合并请求。第二段更有画面感，让他去打一场模拟经商比赛，10万块本金，最后做到41万6千。第三段，让他设计一块加密芯片，来回改了大约500轮，把逻辑门从8298个压到678个。说人话，以前我们评价一个模型，看的是他答一道题答得多漂亮，这几段演示换了个尺度，看的是他能不能自己扛着一件事走完几天甚至半个月，中间不跑偏。2条限定必须说清楚：一，这些成绩全部来自厂商自己的发布材料，独立第三方还没复现，那场模拟比赛的规则外人也看不到。二，权重放出来不等于你能跑，这个体量家用显卡连门都摸不到，真正接得住的还是有机房的那批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干的是那种要3个人盯2周的活，接下来议价的方式会变，问题不再是有没有人做，而是有没有人敢让机器连着做2周，出了错算谁的。次头条，另一件今天发生的是，一个能下载的模型第一次坐上了 AI 视频榜的第1把交椅。事实这边 Minimax 把 H3 的权重放了出来，在第三方测评机构的榜单上，它的视频编辑排第1，文字生成视频排第2，图片生成视频排第3。这是开放权重这一侧第一次在视频赛道上真正登顶。模型本体330亿参数，能同时吃文字、图片、视频和声音，一次生成4到15秒带立体声的片段。说人话，视频这块和文字不一样，此前能打的全是关着门的服务，你只能按次付费，改不了，看不见，也带不走。权重放出来意味着你可以下载到自己机器上，拿自己的素材微调，做一个只认你这套画风的模型，这在广告、影视、游戏里是实打实的生产力。但2条限定别忽略：第一，放出来的不是全部，本地跑最高只到 768P， 真正出 2K 的模块还留在人家手里。第二，能下载不等于能拿去做生意，公司规模超过一定线还得另谈授权，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是个人创作者或者小工作室，你第一次有了一个能自己改的视频模型底座，但指望下再玩就直接对客户交 2K 成片，今天还不行。把今天的动作连起来看，两边的节奏差了一整拍。中国这边是摊牌，最强的旗舰下周开源，视频榜第1的权重当天就放，办公平台同天公测还要出海，3家大厂在同一时期把智能体入口并成一个。美国这边忙的是另一摊事，
说好8月1号交的前沿模型审查框架逾期了，官方今天改口说已经建好，但业界至今没见到草案。五角大楼在推把闲置军地拿出来换算力的计划，企业侧的账单在涨，沾了 AI 的数据泄露比不沾的更贵。我的判断是，今年真正的分野不在谁的模型分数更高，而在交付方式，一边把最强的东西直接交到所有人手里换生态，一边还在讨论这东西该不该先过一道审。这两种打法一旦对上，先动的那一方定义标准。AI 小课堂第18课，长时程任务，也就是让 AI 连着干几天的活，到底难在哪？先说清楚这个词。过去我们用模型基本是一问一答，一次交互几十秒就结束。长时程说的是把一个目标交给他，他自己拆成几百上千步，跨几天做完，中间不用你一直盯着。难点其实不是聪明，是不跑偏。你可以这么想，每一步哪怕有 99% 的把握，连着做500步，全对的概率也只剩不到 1%。所以这一年真正的工程重点全压在防跑偏的3件事上。第一件是会记，把确认过的结论写下来存住，而不是全靠对话记录硬扛。第二件是会验，每做完一段就自己跑一遍，测一测，用结果说话，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往下走。第三件是会退，发现错了能回到上一个正确的地方重来，而不是在错误上继续盖楼。最后给你一条判断真假的土办法，看他交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独立检验，代码能不能跑，论文能不能复现。能被检验的长时程才是长时程，不能被检验的就只是一段很长的对话。附题速览，今天还有这7条。第一，卡帕西说，过去那些用来找感觉的小测试，画一只独角兽，画一只骑自行车的鹈鹕，已经接近饱和了。他提议换成一句话，生成一个3维场景。第二，一篇叫别当人肉中转站的短文，今天在开发者社区刷屏，说的是别把 AI 的回答原样转发给同事，你得先读懂验过，再用自己的话说一遍。第三，一个挺反直觉的现象， AI 越普及，帮企业把 AI 装起来的人反而越不够用。一家新公司靠拆掉这道人墙的说法拿到2000万美元种子前融资，贝尼奥夫和戴尔都投了。第四，五角大楼再推一个计划，把闲置的军事用地拿出来，让商业公司盖 AI 数据中心，换回自己能用的算力。第五，市场反应很直接，阿里港股当天涨了 7%。第六，一个很实用的技术细节，新旗舰同时兼容2家对手的接口协议，还给了3档思考力度开关，换模型不用改代码。第七，商汤开源了一个8B 的图像模型，能原生直接出 4K， 主打复杂排版和局部改图。追踪剧场，今天有2条线出了新进展。第一条 AI 做科研这条线，我们前2天讲过，一个还没发布的模型解开了10道多年无解的数学难题，数学界为此吵成了2半。今天这条线又添一笔，2个互不相识的团队各自用 GPT 5.6 去啃同一道悬了多年的量子密码学难题，都解出来了，论文提交时间只差3个小时。扎心的地方不在于谁更快，而在于以前学术圈默认想到同一个点子的间隔是以月计的，现在被压到了以小时计，优先权和署名这套规矩的重写。第二条 AI 垃圾淹没审核这条线，我们昨天讲了苹果的漏洞信箱被 AI 编的报告塞满，今天有了更硬的证据。安全研究发现，光是一个开源数据库项目，今年就被塞进了几十条完全由模型编造出来的漏洞条目，其中1条还一度被评成满级危级，后来才下调。假漏洞一旦进了公共数据库，下游那些自动打补丁的智能体会认认真真去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函数。今日数字盘点，几个前面没提到的数。今天最值得记的是533万美元，这是沾了 AI 的那类数据泄露平均一次的代价，比不沾 AI 的贵了63万。其余几个，如果攻击的一方也用上了 AI， 这个数字涨到604万。全球所有数据泄露的平均值是499万美元，一年涨了 12%。非洲那边被 AI 类诈骗骗走的钱，2年从 1.92 亿涨到 4.84 亿美元。那批凭空编出来的漏洞条目，光一个项目今年就有54条。用 4G 显存跑700亿参数模型的代价是慢5到30倍。还有一个门槛数，那个刚放出权重的视频模型，公司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就得另外谈授权。明日看点
替你盯着这4件事。3颗星。下周那份万亿级别的权重真放出来之后，谁第一个把它跑起来，跑在什么机器上，这决定它是真开源还是只是好看。3颗星。本周白宫说要和几家主要实验室开会，会后那份框架的草案会不会公开，是判断它到底存不存在的关键。2颗星。待观察。那个视频模型的社区实测榜单第1的成色在自己机器上还能剩下多少？2颗星。待观察。被污染的漏洞数据库谁来清？条目已经进去了，撤下来要走谁的流程，目前没人认领。明天这个点有进展第一时间接着讲。今日聚焦最后一条，讲一件说好了要交，结果没交的事。今年6月的一道行政命令要求，联邦这边要在8月1号之前拿出一套自愿框架，前沿模型在公开发布前30天先交给政府看一眼，帮着找出安全上的窟窿。我们昨天讲过，8月1号那天过去了，联邦公报没有公告，标准局和网络安全局没有出版物，科技政策办公室也没有声明。今天这条线动了，一位白宫官员对外表示，这套自愿审查流程已经建好，本周就要和几家主要实验室开会。事实这边有2个点：一，业界的说法是，截至上周五还没有人见过草案的细节，行政命令要的3件东西里，今天说见好的只是中间那1件。2， OpenAI 和 Anthropic 已经表态支持 ，Meta 到目前为止没有谈拢。说人话，这里最值得琢磨的不是他晚了几天，而是自愿这2个字到底有多重。名义上你可以不交，但政府手里有别的抓手。此前商务部就用过行政手段让个别模型暂停，直到厂商同意坐下来谈共同的安全标准。所以业内的普遍理解是，纸面上自愿，实际接近必答题。但真正的窟窿在另一边。这套逻辑的前提是发布前先送审，而今天头条那件事恰恰是一份万亿级别的权重，下周就会挂到公开平台上，任何人都能下载、微调，拿去干任何事。发布前审查这个动作，对一个已经躺在别人硬盘里的模型没有任何意义。跟你有什么关系？以后你用到的模型很可能不再有一个谁审过它的答案。闭源那一侧还能谈谈流程，开放权重这一侧，安全责任已经摊到了每一个下载它的人身上，包括把它接进公司系统的你。权重一放出去，审查就只剩姿势。这么大的模型该不该随便放？评论区告诉我。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日报。今天最该记住的一句话，当最强的模型可以直接下载，发布前审一审这个动作就已经追不上了。照例说明，头条那几段长任务演示全部来自厂商自己的发布材料，独立第三方尚未复现，视频榜排名来自第三方测评机构，权重开放不等于可自由商用，涉及监管的口径以官方文本为准。本节目不构成任何投资或法律建议。如果这10分钟对你有用，点个订阅，我们每天这个点见。硅基实验室，不聊概念，只跑结果。